在冰川湖结束后，我们踏上了环岛旅程。沿途我们还惊喜地看到了一连串的海上养殖场，也察觉了风景的变化。路途中，我们首次遇到了封路，也是第一次使用那超贵租来的吸带式马桶。气温也持续的下降，来到了零下7.5度。我们总共开了322公里，直到东边的 campsite。那这个 campsite 呢是要透过那个 Poker App 上面下去订的，因为它这里呢有一个咖啡，还不错。然后那边右边这边可以煮饭，然后洗碗，可以上面有一些盘子、锅子可以使用。然后这里也有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让你晾衣服的地方。北部的住宿安排特别随性，因为担心遇到封路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预定任何酒店，基本上就是住在 campsite。看我们晚餐是自制的 miso 乌冬面 ，nice 哦。快到达 VT Crater 时，我们发现路段已被封住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决定徒步前往，就想看火山口中的碧绿色湖水。途中只有白雪和稀少的脚印。那很傻眼，我们走了半个小时来这里看火山口，最后呢，全都是白的，啥都看不见。这冬天不建议来，它假如封路的话，那就不要过来，只要夏天再来看嘛。不然就像我们这样子 all the way for nothing。 我们只能摸摸鼻子走人，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。这是近年来被发现的一个隐藏景点，这峡谷是因玄武岩柱而闻名。去看看能不能下去，风实在是非常的大。它这里洗手间关了，明年春天的时候才会开。峡谷中的河水呈现翡翠蓝色，与周围绿色的植物和黑色的玄武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听说最佳的观赏期是春夏秋季，但冬天也是挺美的。这些熔岩大约在2300年前火山爆发时，释放了大量的岩浆而形成的。随着时间流逝与侵蚀作用，创出了一个由巨大岩石块组成的迷宫。我们现在来到 Lava Field， 旁边其实就是火山了。昨晚我们就住在火山底下。带大家进去看看 Lava Field 长什么样子。